两岸关系、外交关系跟台湾意识这三个事情，它是串联在一起的。很多人说议题啊，那不就是一个假议题吗？台湾到底是什么，才是这一题里面的真正问题？而台湾是什么？从很直切的外交实力来看，取决于你对九二共识的态度。马英九时代唯一断交的一国叫做甘比亚。甘比亚当时那个总统贾梅小小一度还说出啊，我要派我的几内亚战士沿着中国沿海进攻。后来过了没多久啊，甘比亚总统贾梅又改变态度了，哈，就主动跟中华民国断交，想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。结果呢，人家不理他啊，因为当时两岸关系非常的好，基于两岸共同的历史，一个中国原则，中华民国啊，这也是为什么独派想废掉中华民国的关键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很多人说啊，两岸议题啊，那不就是一个假议题吗？有什么好讨论的呢？两岸议题是假议题，但它是一个真命题。什么叫真命题？什么叫假议题？在选举的时候吵两岸，其实吵不出所以然的，我们都知道。好，只有看谁放花凶狠，或者是表个态，好，大家可以理解。但是呢，真命题是什么？真命题是这个问题在它解决之前，它永远会存在，或者是它至少它短期是不可能会消失的。两岸到底是什么关系，其实就建构了你要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方法跟什么样的两岸关系。所以两岸关系的反面其实是你对于你自己定义，两岸关系的表面就是外交关系。所以这一整个这样套起来，才是我们今天能够解答的一个逻辑啊。很多人会觉得说，我不想再谈统独，我不想再谈两岸了。可是为什么柯文哲要谈？这很关键嘛。关键就在于说，民众党对于至于国民党跟至于民进党，他有一个困境，也就是他这边要一点，那边也要一点，所以他到这次之前，他并没有很清楚的去表述他的两岸的确切方针。那你想跳脱蓝绿，那为什么蓝绿的路线在过去这么多年来非常难以跳脱？因为很简单，它是一个长期形成的一个结果吧。就台湾到底是什么，才是这一题里面的真正的问题的所在，而不是说单纯的外交依循蔡英文，然后可以更多的沟通。台湾是什么，就决定了这整个的答案，而台湾是什么，就取决于你对九二共识的态度。大家理解了吗？台湾是什么，你才能定义两岸。因为为什么？如果你台湾是什么，你没办法确定，你怎么定义两岸？那定义两岸，你才能定义外交嘛。马英九时代充分证明这一点。马英九时代两岸外交休兵，唯一断交的一国叫做甘比亚。甘比亚当时那个总统肖笑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我们在中国大陆的中文互联网上，甘比亚好，他们发叫冈比亚哈。这个是一个贾梅，好，这个贾梅总统呢神经的哈。那当年呢是贾梅呢，好，甚至一度还说出啊，我要派我的几内亚战士沿着中国沿海，对不对？来进攻。后来过了没多久啊，冈比亚总统啊，甘比亚总统贾梅又改变态度了，当时就主动跟中华民国断交，想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。结果呢，这个人家不理他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当时两岸关系非常的好，所以其实从很直切的外交实力来看，两岸关系跟外交关系跟台湾意识这三个事情，它是串联在一起的。那一定有人说这是一个统派的说法，这里就牵涉到了到底两岸是什么东西嘛，对吧？因为你如果今天你定义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跟中国没有关系，那必然产生的结果是什么？那两岸就不会有一个稳定两岸关系，而这个稳定两岸关系叫什么？叫做九二共识。那没有一个稳定两岸关系呢，那你自然而然你的外交关系就会是一个冲突型的外交，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的范围里面，他们的认为啦，说台湾是神圣不可分割一部分嘛，所以在这样状况，任何承认台湾为主权独立国家的国家，都是一个对他的主权进行干涉或干预的对象，那我势必要把它给争取过来，因为你不要灭了它嘛，对吧？所以这就会形成所谓的外交战，你懂吗？那这个外交战呢，直接的结果就是我们的邦交国连几段嘛，这样了解了吗？我们要先了解这些东西，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，否则的话我们这东西谈不下去，因为我们要谈论什么是柯文哲的外交路线，因为他其实没有讲得很清楚，但
他竟然已经把所谓的他的外交路线很清楚的告诉大家是蔡英文路线，而蔡英文路线就是所谓的4个坚持嘛。那4个坚持的 base 是什么？哦，这大家理解吗？这是一步，我们要去把这些东西给了解到，好，那你就会比较好知道说，到底今天柯文哲在谈什么？否则的话，就是会陷入一个问题是，那认知不一样。好，然后今天柯文哲还要提一个他对9·2共识的看法。他另外讲到说他对9·2共识的看法啊。至于9·2共识呢，柯文哲笑称啊，还好我们没有接受过9·2共识哦。国民党说支持9·2共识，民进党说不认识9·2共识。他问蓝绿什么是9·2共识都讲不出来，不知道吵什么东西哦。柯文哲进一步也问过说大陆你的什么是9·2共识，大陆也没有答案哦，只说不接受9·2共识就不会跟你谈。据他所知啊，9·2共识只是个标题，里面的内容本来就模糊了，不然想怎么样？这个其实蛮重要，其实这才是今天这整个所谓的访谈里面呢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。好，我们知道这里，我们其实大概就可以来好好的聊哈。就我们刚才也取得几个这个基本的理解了嘛哈。什么是9·2共识呢？哈，我现在讲的是我一个读历史的理解啦。好，大家先听一听啊。因为就政治来说，会否定9·2共识这4个字啊。那我一个读历史的理解是说，它是依据9·2会谈的精神所凝结出来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术语，而这个政治上的术语呢，它其实呢，就是一个没有签约的条约，这样理解吗？而这个条约在干嘛的？这个条约在确立两岸关系的。我再说一次哦，好，这个很好玩哦。我先说，这不是政治立场问题，这是历史问题啊。9·2共识是基于什么开始产生的呢？事实上是基于所谓的孤汪会谈，也就是海基会海协会的会谈。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历史背景是，到了1992年的时候啊，第一个小蒋总统已经走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小蒋总统是有开放大陆探亲的嘛？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，两岸人民的重新交流跟流动之后呢，两岸急需要一个如何来维系两岸关系稳定的一个框架，但是这个框架以当时的环境，两边要签约很困难。然后呢，要推展政治类框架也很困难，所以呢，一定要想办法找一个框架来确立两岸的一个关系，否则的话，事务问题是无法处理的。你两岸人民怎么交流啊？两岸人民之间什么关联性啊？发生了法律问题，发生了冲突，或者发生了权力让渡之类的等关系的时候，你怎么处理呀？OK， 好，那9·2共识其实就3句话，好就可以把这事情给解决。它是这样的一个背景来理解的哈。什么样的背景呢？第一，政治性问题太复杂，分歧太大，暂时不处理，好，叫做搁置争议，就是这个逻辑哈。然后呢，第二呢，处理事务性问题，因为两岸的交流日渐频繁，好，然后再加上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发展非常迅速，台湾有大量的钱、大量的东西进去，好，所以这是第二个。所以呢，就叫搁置政治争议，推行或者是推展，或者是呢处理事务性问题，你不推也没关系，处理事务性问题。第三，虽然搁置政治性争议，处理事务性问题，但是两岸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态度，那个态度叫做一个中国原则。所以3句话结束了，好，3句话就结束了。共同的搁置政治争议，处理事务问题，然后基于一个中国原则。但事实上它的排序是什么？基于一个中国原则，搁置政治争议，处理事务性问题。但因为你在台湾哈，你得把它倒过来写 ，OK？ 好，那一个中国原则是什么呢？很简单，基于两岸共同的历史。那两岸有什么共同历史？中华民国啊，中华民国啊，中华民国就是两岸共同的历史啊。这也是为什么独派想废掉中华民国的关键啊，很简单，对吧？